在美剧《权力的游戏》的世界里，有很多关于荣誉、背叛、信仰和权力的故事。有人争夺王座，有人失去王座，有人死在错综复杂的阴谋之中，也有人毁于自己的野心。不过托曼·拜拉席恩这个孩子的故事好像和这些人都不太一样。他没有野心，也没有阴谋，甚至他连想赢的欲望都不强烈。他原本就没怎么考虑过王座的事情，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为了7大王国的国王。只是他坐在王座上的时间太短了，短到许多观众可能至今都没认出来，其实出演托曼这个角色的演员还在剧中出演过另外一个人物，那个罗伯·史塔克还活着的时候被老卡史塔克杀死的兰尼斯特旁系的小男孩。但提到托曼·拜拉席恩这个角色，很多人会用一个词来评价这个小小的国王：软弱。但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也许更接近真相的表达是，他不是软弱，而是他还没有成为一个人。今天这一集心理镜头，就让我们试着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下这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角色。当一个人还没有长大就被推上权力的顶点，会发生什么呢？大家好，我是骑士比利。我们这个视频系列正在征集大家喜欢的影视剧作品。如果你也有希望看到的人物，或是对某个角色的心理分析感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讨论群。好了，话不多说，正片开始。从发展心理学来看，一个少年在从孩子成长为成年人的这个阶段中，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自我认同。简单来说，就是回答3个问题：我是谁？我相信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故事里的托曼却从来都没有机会经历这个过程。作为瑟西的幼子，他的世界一直是这样的：母亲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王后说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教会说什么，我就顺从什么。在戴上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王冠之后，他看起来是在做决定，但实际上他只是不断在不同的人之间切换依附对象。所以托曼的问题从来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他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而一个稳定的自我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可以产生主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就会发现托曼的内在结构从他的人生早期开始，几乎就完全建立在他与母亲瑟西的关系之上。在这个系列视频当中，我们曾经就分享过，瑟西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烈的角色。他由于童年时期被预言了非常不好的结局，因此他的内心产生出来了巨大的不安与恐惧。为了抵消这种不安和恐惧，瑟西的控制欲开始极度的膨胀。他开始为自己选择可以依附的爱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可以杀死劳勃国王。到了故事的中期，他开始不满于父亲的威权统治，以至于到了最后，他可以为了控制一切，不惜将整座君临城一起拖下水。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在这样一个母亲的人格影响下，托曼会经历怎样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我们在无比自负与骄纵的乔弗里的身上就已经能够看出不少端倪。而托曼作为一个次子，又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如果站在心理学家阿德勒有关于多子家庭中孩子的成长理论上来看，他认为多子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很容易成长出最粘人的性格，
而回到托曼成长的家庭环境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名义上的父亲劳勃是国王，拥有能够掌控一切的权利。母亲瑟西是一个控制欲极为强烈的人，哥哥乔弗里是长子，从小就会接受国王教育，姐姐弥赛拉是公主，未来是会联姻出嫁到其他家族的。所以托曼从小就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的顾虑，他生长在一个完全不需要他去操心任何事情的环境里。他不需要操心国家大事，他也不需要担心自己以后能不能承担起一国之君的责任，而他的一切所需都来自于他的皇室家庭，要什么有什么，唾手可得。也因此，托曼非常自然地长出了一种典型的心理结构，一个控制型的母亲加上一个依附型的孩子。在这样的母子关系里，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一种有条件的给予和索取。我们可以想象，在小托曼幼小的心灵里，听妈妈的话就等于能够得到妈妈的爱，而与妈妈分开就意味着面临生存威胁。毕竟自己所需的一切都是妈妈提供的。甚至是我们在剧情当中看到，当史坦尼斯围攻君临城的那一晚，瑟西带着小托曼坐在铁王座上，准备好了一瓶毒药，两眼死死地盯着王座大厅的大门。他打算在君临城陷落的那一刻与托曼一起服毒自尽。一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会慢慢地发展出一种深层的信念：我必须依附别人，我才会有价值，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我自己才能存在。所以托曼面对母亲瑟西时，并不是简单的听话，而是他在心理上无法与母亲分离。就在乔弗里死后，泰温曾对托曼说过，自己会开始给予他必要的教育。而在原作故事里，此时的泰温提出的是将托曼交给詹姆作为养子，让他能够有机会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兰尼斯特。借此我们能够想象，在这之前可能谁都没有把托曼真正当一回事过。而在这之后，托曼马上就按照周围大人们的要求迎娶了小玫瑰玛格丽。但其实托曼自己从未曾想过，包括自己迎娶玛格丽和自己的哥哥乔弗里在婚礼上惨死在内，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周围的大人们早就安排好了的。而他们安排这些事情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相较于自己的哥哥乔弗里，所有的人都认为托曼更加温和，更加听话，进而更加容易受控制。而这一切早在老玫瑰和小玫瑰两人在花园里偷偷地与珊莎交谈的时候就被定了下来。我们能够从电视剧里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镜头：婚事定下来之后，瑟西挽着托曼的手臂，在一大堆士兵的跟随保护之下，两人在阳光下的城堡上慢悠悠地边走边交谈。这一切看起来如此的母慈子孝，但聪明的观众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像极了日常生活里被大家老生常谈的婆媳大战。是的，瑟西一开始就说了一句充满挑衅意味的话：新婚的日子充满了幸福与美好。然后托曼并没有回话。接下来是瑟西独自一个人连续地说：她很漂亮，她像一个娃娃，她笑起来很漂亮，你觉得她聪明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瑟西的眼神一直都飘忽不定，因为所有这些话都是一种试探。瑟西在试探小儿子对儿媳的态度，直到托曼回复了他一句：您还记得凯岩城吗？瑟西才开始表情严肃地看着托曼的脸。
然后瑟西的回答是凯岩城里没有我要的东西。瑟西并没有明确说出来他要的是什么，然而观众们都明白，瑟西要的是权力，以及权力所代表的能够掌控一切的力量。而托曼之所以会问出这个问题，完全是因为小玫瑰玛格丽开始教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独当一面的国王，要开始学会独立。聪明的瑟西当然一下就能听明白隐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这一切动机。新的王后玛格丽开始借助托曼来与自己争夺君临城乃至整个国家的控制权了。也由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看明白，托曼对小玫瑰玛格丽的感情，虽然看起来像是一场十分美好的爱情，但本质上从心理学角度看，它更接近于他与母亲瑟西之间的依附关系转移到了玛格丽的身上。他曾经从母亲那里获得到的那种被定义的感觉，现在也开始从玛格丽那里获得到了，甚至他从玛格丽那里得到的更多。所以托曼爱上的并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状态，有人告诉我我是谁。这也是为什么当母亲与玛格丽发生冲突时，托曼会陷入极度的混乱与焦虑，因为对他来说，那不是那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自我来源的冲突。我到底是听妈妈话的儿子，还是听王后建议的国王？表面上看，托曼像是一个国王，但他的内在依然是一个害怕冲突、渴望被认可，并且一旦离开了妈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孩子。而这里所说的妈妈，除了他的亲生母亲瑟西之外，还包含任何其他意义上能够让他依附的人。也因此，我们在托曼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断裂。他的社会角色是国王，但在心理上他却仍然是个孩子。于是他会事事都开始依赖别人，他也会回避独立做出任何决策，他会在与他有关的任何关系冲突中陷入瘫痪。而电视剧中就特意安排了一场戏份来显化托曼的这种逃避。在开始审判提利昂之前，托曼还象征性地在铁王座上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起身，只说了一句将审判全权交给外公泰温，就离开了现场。虽然说托曼本身确实没有能力亲自完成这场审判，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并且这也是他逃离现场的一个非常无可挑剔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多想一步，就能明白这在根源上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他的心理和人格结构上的问题。托曼在人格上是一个没有完成自我建构的人，他无法在心理意义上完成独立，他的存在必须依靠别人的大力支撑，所以他的社会人格国王是无法独立承载任何权力的。就在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脑袋里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桑丘。桑丘是著名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主人公堂吉诃德的随从。桑丘是一个农村里的农夫，没有文化，个子矮小又粗鄙，但是桑丘曾经短暂地离开过堂吉诃德，并且独自以海岛总督的身份去管理一个小岛。在他十分短暂的总督生涯里，桑丘就十分漂亮地独自完成了一场审判，他巧妙地识破了那个不愿意还钱的人玩的文字游戏。同样都是故事中的人物，一个从小处境优渥的王子没有能够长出独立的人格，从一场审判现场灰溜溜地逃走，甚至都没有想要站在一旁旁听一下。
但是一个粗鄙又没有文化的农夫却能够漂亮地解决掉一桩麻烦的纠纷案件。更加有趣的是，我们能够从《权力的游戏》这部剧本身的情节中找到不少可以与托曼进行对比的角色。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北境史塔克家族的长子罗伯，我们会发现他和托曼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罗伯从小接受的是贵族家庭的长子教育，未来会继承整个北境，因此罗伯看起来是一个勇敢强大的孩子。而托曼虽然出生在君临城的皇室家族，但看上去十分的软弱。罗伯积极主动，并且直面战争，而托曼看上去受人操控，十分被动。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心理结构来看，很容易发现他们俩身上的共同点，他们都没有真正完成与父母的心理分离。罗伯的父亲奈德代表的是荣誉、责任、道德，罗伯继承了这一切，甚至可以说他过度认同了这一套价值。他努力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但是他没有机会在残酷的社会实践中验证这套价值，也因此他也没有能够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判断体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罗伯南下行军的整个过程中，他的所有主要行动其实背后都有他的母亲凯特琳，甚至是北境所有大小家族的支撑，以至于他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的唯一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在那一刻他选择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感情，成为真实的自己，而不是父亲的某种延续。虽然最后迎接他的是一个惨痛的结局，但至少在那一刻，罗伯在心理上开始迈出了与父亲分离开来，走向人格独立的第一步。而反观托曼的情况可能比罗伯更糟糕，因为他连做出与父亲在心理层面上切割而独立的机会都没有。直到乔弗里死后，托曼才被推到台前，并且立刻被从瑟西的手里抢到了小玫瑰玛格丽的手里。可以说，托曼对待别人的那一种完全依附，只不过是从瑟西那儿无缝衔接到了玛格丽那儿。而如果我们再拿他与另一个角色鹰巢城的小领主罗宾·艾琳，也就是莱莎的儿子相比，我们就能够看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差异。罗宾的父亲就是谷地的领主琼恩·艾琳。琼恩·艾琳在电视剧的第一季开始之前就已经遭到陷害而死。当罗宾跟随着他的妈妈莱莎夫人出现在第一季中时，我们能够看到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被妈妈彻底宠坏了的孩子。但这样的罗宾，他的心理成长线路在莱莎被小手指推下院门之后就彻底改变了。他失去了双亲，于是开始接受谷地其他忠诚的封臣们的教导。虽然他起步十分晚，成长的也十分缓慢，但是至少罗宾无论是现实意义上还是在心理意义上都完成了与父母的脱离，开始进入人格独立。而这种所谓的独立，其实在心理学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中，有一个来自于弗洛伊德的理论，精神弑父、精神弑母。这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比喻，它并不是要求人们真的去杀死父母，而是指一个人必须在心理上脱离父母和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孩子，可以爱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尊重家里的长辈，但是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就不应该再由父母以及长辈们来定义自己了。
而经常在网络上遭人诟病的妈宝，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完成精神弑母或精神弑父的成年人。而这一步是一个人能够在心理层面和人格层面上成为独立个体的关键。但托曼并没有完成精神弑母这个过程，他始终都活在母亲的心理控制之中，要不就是在小玫瑰玛格丽的控制之下，再不然就是被教会控制。一个无法完成精神弑父的人会慢慢地活成自己的父亲，一个无法完成精神弑母的人会永远都无法成为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在网络上大家都喜欢说，一个人随着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会发现自己活得越来越像自己的父母。如果我们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男性的成长过程其实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他需要逐渐脱离母亲的影响，然后开始整合自己的力量与脆弱，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自我。但托曼停留在了这个过程当中最早的环节，他没有能够离开母亲的世界，他不仅没有整合好自己的力量和人格阴影，也没有能够发展出任何属于自己的判断。所以表面上他的善良和温和，实际上是一种完全没有边界的顺从。而提到温和和善良，我们就很容易想起山姆威尔·塔利。相比于托曼，塔利在成长道路上最大的幸运之一，就是他的父亲因为不接受他的软弱而早早地送他去做了守夜人，这迫使山姆强行并且被动地完成了精神弑父的过程，进而为之后山姆的人格成长奠定下了基础。电视剧中，当托曼看到妻子玛格丽与整座大教堂一起被炸毁之后，几乎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地站上了红堡高高的窗户，纵身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托曼的崩溃并不只是因为他失去了小玫瑰玛格丽，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所有的支撑系统在同一时间全部消失了，母亲、爱人和信仰。而一个从未建立自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地方可以退回去的，于是他果断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托曼的故事没有宏大的战争，也没有复杂的权谋，他的悲剧是一种非常安静的悲剧，一个人从来都没有机会能够成为自己。而也许这正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的人生课题。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问过自己，如果离开父母，离开家庭，把那个儿子或女儿的身份暂时放在一边，这个时候我是谁呢？而如果你也曾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中迷失自我，如果你也曾事事都听从家人的意见和安排，或是习惯了按照别人的某种期待去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或许你可以记住托曼的故事。希望有一天你可以不再依附任何人，也依然知道自己是谁，自己选择去哪里，自己想要做什么。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为我点赞，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集内容。如果你也是在 B 站上看到这集内容，请为我一键3连，你的支持是我能够继续下去最大的动力。心理镜头这个系列目前正在收集各种好看的影视剧素材。你在这个系列中所看到的，在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登场的角色泰温·兰尼斯特、山姆·维尔·塔利、小玫瑰玛格丽，以及后续即将会登场的红袍女巫梅丽珊卓，这些都是网友们点播的人物。
如果你也有喜欢的人物，或是其他任何想要听到的内容，欢迎你随时给我发送消息。你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或是加入我们新建立的群组。让我们下期再见。I'm sorry for keeping you here. I shouldn't have, but I didn't want to lose you again. I understand. I'm glad to see you. I know I should have come sooner. I wanted to. I was wrong. It's all right. No, it isn't. I should have executed all of them. I should have pulled down the sept onto the High Sparrow's head before I let them do that to you. As you would have, for me. You raised me to be strong. And I wasn't. But I want to be.